今天是2020年10月18号，10月18号到11月3号还剩半个月啊，也就是还有15天，也就是美国大选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在这个情况下呢，刚刚爆出的拜登，也就是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啊，拜登他儿子的这个亨特·拜登的这个手提电脑的这个电脑门呢，目前来讲的话，各种说法都有，阴谋论很多。那么这些阴谋论能不能经得起推敲呢？我想呢，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亨特·拜登的他这个手提电脑，他的这个来源有3种说法。我想呢，跟大家呢探讨一下这3种说法。3种说法，第一种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是亨特·拜登呢，他曾经呢有3台笔记本电脑呢，他说是进水了，然后呢送到这个电脑店里面去修。那么修好了以后，他一直不去拿。店主呢怕这个电脑呢放在自己店里面呢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店主在维修这个电脑之后，显然是看到了这个电脑里面有一些不雅的画面，或者涉及到一些他认为有关国家机密的一些文件，因此呢他向 FBI 举报以后，把这个电脑呢送到了 FBI， 交给 FBI 去处理。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媒体广为流传的这一种信息。那么第2种说法就是说根本不是这样，是什么？是俄罗斯的黑客他已经呢侵入了亨特·拜登的电脑，掌握了亨特·拜登的很多的他个人和他父亲以及跟中共勾兑啊，跟乌克兰勾兑啊，很多他们家族的贪腐的这个证据。那么这些贪腐的证据呢，是为了帮助川普呢在大选中击败拜登，所以他们就选择什么？选择了川普曾经担任过川普私人律师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选择了朱利安尼来爆料。那么通过朱利安尼把这个事抖露出来以后，尤其是放在10月份这么关键的时候抖露出来，显然就是10月惊奇的一部分了嘛。这样就可以有力的打击拜登，使川普呢获得连任。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是川俄合作，也就是川普跟俄罗斯合作，通过他的前任律师，然后呢向外界披露了拜登和拜登家族呢这种腐败的行为，然后达到击败拜登、川普连任的目的。这是第2种说法。那么第3种说法就是有人认为是郭文贵爆料，是郭文贵和他的这个路德事先呢曾经呢提到过有一个硬盘门。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是朱利安尼在掌握了所有这个证据的时候呢，朱利安尼呢他可能跟班农跟路德呢是透露过，他已经掌握了拜登和拜登儿子的一定的腐败的证据，很快呢他会公布。因此呢，可以说郭文贵也好，路德也好，也是蹭人家这个新闻，也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里面的具体的事实，直到朱利安尼全部爆出来以后，他们才了解这个事实的经过。在这个之前，他们是知道一点风声。那么，因为他们放过这个风声，郭文贵经常会这样讲：下个礼拜要发生大事啊，下个礼拜要发生大事啊。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他讲的发生大事就是朱利安尼爆出的拜登他儿子的这个腐败案。因此呢，有很多人认为这是郭文贵爆料的一部分。这是呢3种说法。那么这3种说法究竟哪一种靠谱？我呢就简单的来谈谈我的看法。现在呢，因为网上呢这个阴谋论很多，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有19个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他们在礼拜4就联名写信给了 FBI， 询问如果 FBI 在去年就已经获得了亨特·拜登的这些资料，为什么没有告诉白宫，甚至一直扣押拖延，也从不交给白宫。对川普总统去年，尤其是川普总统去年被国会众议院南希·佩洛西他们第2次弹劾的时候，本来这些证据完全可以作为反证的证据，但是 FBI 扣的这个证据没有上交给白宫，也没有向白宫和司法部任何领导汇报。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川普总统在被弹劾的过程中，他的这个罪嫌就加重了很多。 FBI 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是让人们不能原谅的。不知道 FBI 目的是什么，因为犯下这种重大的错误啊，它完全是违背了白宫和 FBI 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大家都知道，现任 FBI 的上下领导都是川普总统在他就任总统之后然后任命的。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也好，白宫川普总统的幕僚委员会也好，对 FBI 是信任的。既然对你这个下属的机构是信任的，但是你们掌握了这么重大的机密，你们没有向川普总统汇报，没有向白宫汇报，而且是在川普总统被弹劾的过程中，这个证据非常有效，你们没有拿出来帮助川普总统，那 FBI 究竟是什么目的？所以说呢，这是呢所有众议员给 FBI 写信要求 FBI 解释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出，美国的这个权力机构啊，尤其 FBI 这种联邦调查局，这种重要的美国的国家侦察机构啊，它这个里面的水是非常非常的深了。这个 FBI 它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他为什么要扣押这些证据，而且把这些证据对白宫隐瞒不报？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对于拜登这个家族，他这么多年来深耕中国，他有很多腐败，这个坊间传闻已经非常多。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中国的很多商人，他们跟亨特·拜登之间的交往，有大量的事实都已经证明了。亨特利用他副总统父亲的这个地位，然后跟中国、跟乌克兰发生他们家族之间的这个利益关系，发生他们家族的腐败关系，这个多年来已经有非常多的报道。我们简单的把它梳理一下。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009年至2017年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一职。2010年起，拜登儿子亨特随即开始代父耕耘，在中国建立关系网。根据苹果新闻网独家报道，2010年4月，亨特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与一众中共金融机构高层会面。2012年，中国万象集团对美国新创能源公司 Great Point 投资近13亿美元，成为当年美国最大的外资创投案。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赴洛杉矶参加了签约仪式，而 Great Point 是亨特所开的塞内卡顾问公司的客户。2013年，一家中美合资的私人基金公司渤海华美在上海成立，目前资本额已经超过20亿美元。该公司中方资金主要来自中共国企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美方公司的股东则包括亨特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务卿约翰特里的继子汉兹。当年12月，亨特与时任副总统的父亲拜登一起访问中国，期间拜登与习近平会面。之后不到2星期，亨特的一家公司与中国银行达成了15亿美元私募股权基金的交易。2015年，中国远洋集团的一家投资子公司承诺以30亿美元买下美国公司 Rosemont Realty 的产业，而亨特曾担任这家公司的顾问。那么你通过这个短片，你就知道，亨特·拜登实际上在拜登执掌白宫担任8年副总统期间，亨特·拜登利用他父亲的影响力，他是不断地扩大他自己家族跟中共的腐败勾结，跟乌克兰的腐败勾结。而且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很多民主党的高层，比方说在希拉里前任的国务卿叫克里，克里的儿子是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一起做生意的。在这个生意的过程中，在这个团队里面还涉及到 Nancy Pelosi 的儿子。因此来讲，民主党的大佬他们的儿女基本上都涉及到中共、俄国和乌克兰的腐败。那么这些问题呢，本来呢 FBI 也好，中情局也好，都应该能够把它调查清楚。但是呢，这件事情始终是被拖的，没有人去查，或者查出来以后也不向公众汇报。那么最终这个亨特·拜登他这个笔记本电脑究竟这些事实是怎么流出来的呢？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时间线。这个时间线是根据媒体访问了设在特拉华州电脑维修店的员工，这些员工告诉媒体他整个亨特·拜登维修电脑笔记本的一个全部过程。这个过程是发生在2019年的4月份。在2019年的4月份呢，亨特·拜登呢，他到这个修理店呢，留下了3台笔记本电脑，其中只有1台被修复完成。对这个细节呢，坊间有很多披露，说是亨特·拜登是从加州乘飞机把3台电脑送到特拉华州去维修的。这种说法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证据能够显示，因为从常理上来讲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如果从加州飞几千公里飞到特拉华州，大家都知道特拉华州是跟华盛顿 DC 连在一起的，也就是飞那么远去修3本电脑，而且这个电脑的维修费就85美元，这种说法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我不知道亨特·拜登当时是不是他确实就是住在加州，而加州确实没有电脑店能够维修他的电脑，他需要千里迢迢飞到特拉华州去维修这3个电脑。这种说法我觉得站不住脚，但是互联网上总有这种披露，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明白事实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亨特·拜登从加州带了3台笔记本电脑飞到特拉华州，到特拉华州的维修店去维修，有这个可能性吗？正常的情况，我判断应当是亨特·拜登就住在华盛顿 DC 地区，也就是离特拉华这个电脑维修店居住的地方不太远，然后送到这个店里面来维修，这种呢是比较符合常理的。那么去年4月份送修以后呢，到了7月份，也就是满了90天以后呢，这个亨特·拜登呢，他仍然没有到店里面取走电脑。那么这个店主呢，多次联系过亨特·拜登，只是呢，亨特·拜登不理睬。因为在这个维修期间呢，这个店里面的这个店主啊，就这个老板啊，他发现了这个电脑里面有令人不安的内容。这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有一些淫秽的图片，有一些淫秽的视频，也有一些重要的秘密的邮件。因此呢，这个店老板呢，他就呢怕惹事，他呢就不想把这个电脑呢继续留在店里面。但是呢，这个失主又联系不上。到了9月份以后，这个店老板呢，他坐不住了，他觉得不能够继续把这个电脑仍然留在店里面。所以说，这个店老板他的名字叫伊萨克，
他就去了 FBI 当地的一处办公室，跟一个探员呢交谈了这个问题。他把这个一个客人留在他店里面，有一个笔记本电脑，而且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涉及到一些国家重大的情报，以及他个人的一些个人隐私的照片。他希望呢 FBI 呢能够把这个笔记本电脑呢带回去审查。但是 FBI 的探员呢，当时接待他了，没有呢立即给他做出答复。那么这个事情就被拖下来了，拖到什么？拖到去年11月份，就是11月份，美国民主党众议院已经又召开了一次对川普再一次弹劾的听证会，主要是说川普跟乌克兰有勾兑。那么毫无疑问来讲，亨特·拜登的邮件是完全能证明真正勾兑乌克兰的是拜登，而不是川普。所以说这个文件本来对川普反正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在对川普听证之前，这个店老板觉得这些内容对川普既然有利，我把它报给 FBI 会立即的报给川普总统，然后对川普在整个听证会上有帮助啊。所以这个老板就再次跟 FBI 联系，然后呢，特拉华州叫威明顿 FBI 的办公室呢就派了2个探员。这2个探员呢，就到了这个电脑店里面，跟这个老板伊萨克呢进行了一个交谈。当时这个老板就提供了亨特·拜登他这个电脑维修的一个硬盘，当然了，他自己有拷贝啊，他自己不是拷贝一份，他只是把这个原件交给 FBI。但是 FBI 的探员呢，他们因为没有办手续，他们没有当场把这个硬盘带走，他们回去以后到法院办了手续以后，凭借着法院的传票，他们再次回来以后才把这个硬盘拿走的。那么拿走以后，这个电脑店的老板他一直期待的就是川普在他被弹劾的这个听证会上面能拿出亨特·拜登的这个铁证，证明是拜登家族跟乌克兰合作，跟川普根本没有这个关系。他是希望能达到这个效果的。结果他看看根本没那么回事嘛 ，FBI 根本就没有出示这样的证据，也没有在任何报道上看到亨特·拜登跟他这个电脑笔记本有什么关联的信息。因此这个老板就很着急，他又专门去拜会了他自己认识和熟悉的几个国会议员，跟这个国会议员取得联系以后，他同样把他了解的这些情况呢向国会议员做了汇报。但是呢，这个电脑店的老板呢，他在汇报了以后呢，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 FBI 呢，都完全在保持沉默，一点信息都没有。所以说，最终是在 FBI 和国会议员全部保持沉默了几个月之后，这个电脑店的老板叫艾萨克呢，他也就是今年在2020年，他和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呢取得了联系，因为他知道朱利安尼呢曾经既担任过纽约市的市长，也担任过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他觉得这个文件对川普总统肯定是有利的，所以呢，他就向朱利安尼呢提供了整个硬盘拷贝的这个副本。那么朱利安尼拿到这个硬盘之后，也就是最终我们大家看到，在今年的10月份，《纽约邮报》首先就爆出了亨特这个笔记本的电脑门。整个事情呢发生的这个过程呢，根据媒体的报道，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就应当是这么一个来历。那么这个来历里面有多少阴谋呢？从我个人认为，朱利安尼取得这个硬盘是偶然的，也就是他并不知道事先有这么一个硬盘。而这个电脑店的老板，他多方联系了 FBI， 联系了国会议员，都没人理他的情况下，他觉得只有找到朱利安尼，川普总统的前任的私人律师，他可能才能重视这个证据，而这个证据显然对川普总统有效嘛。因此，我觉得这个分析是非常合理的。之所以被人们提出有第二种判断，就是说俄罗斯跟川普联合，是俄川合作来陷害拜登，那都是因为 FBI 不作为。按正常的 FBI 获得这么重要的证据的情况下，应当立即向白宫、向川普总统汇报的。那么 FBI 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呢？他们要隐瞒什么事实呢？所以说，目前情况下，美国很多议员他们十分不能理解 FBI 的做法。所以，美国联邦参议员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叫罗恩·约翰逊，他就在礼拜六，也就是10月17号啊，他就专门写信给联邦调查局，他要求联邦调查局 FBI 在下个礼拜4之前，就是22号之前，必须给出明确的公开回复，就是你们 FBI 是如何处理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里面的这些资料的。约翰逊一共发问了6个问题，他提到就说，他的委员会呢，在今年5月份曾经收到一个匿名举报人的信息，说他的手上呢有亨特·拜登留下的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涉及到国家的重大机密。随后呢，约翰逊就安排了他这个委员会里面的工作人员呢，跟这个举报人联系。这个举报人实际上就是特拉华州这家电脑维修公司的老板，他的名字呢叫伊萨克。那么现在参议员约翰逊呢，他要求 FBI 在下个礼拜4之前要回答6大问题。这6大问题呢 ，FBI 必须向全国公众做出公开诚实的回答。他问的这6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FBI 是什么时候拿到亨特·拜登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对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的资料，你有没有认真调查过这些信息是否是真实的？这是要求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FBI 的官员从特拉华州的这家企业获得了亨特·拜登的笔记本之后，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是否能认定这些内容是真实的，还是有人假造伪冒的？第三个 ，FBI 首次检查这些记录是什么时候 ？FBI 是否对这些记录已经做出了审查？是否已经发现了任何犯罪活动的证据 ？FBI 是否能够完全确定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的所有的邮件都是亨特·拜登本人所写？这是调查这个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里面是否真实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查证程序。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 FBI 获得信息，从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取得大陪审团的传票是否属实？如果是，为什么法院会发出这些传票 ？FBI 是如何申请这个传票的？第四个问题就是 FBI 必须回答是如何得知特拉华州这个电脑维修店它有一台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你们是如何得知的？是什么时候得知的？是人家上门来汇报的，还是你们通过其他渠道掌握的？第五个问题，除了据称为回应传票而提供的这些记录之外 ，FBI 是否还有其他亨特·拜登其他的电脑或其他的电子邮件对国家的安全和他们家族的腐败有相关关联的这些证据和电子邮件？这是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就是 FBI 是否了解其他联邦机构是否也有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的硬盘的这个拷贝，或者是了解亨特·拜登有其他的电子邮件？这是参议员约翰逊他要求 FBI 在下个礼拜四之前回答的6个问题。那么我们根据参议员约翰逊他提出这个问题，根据整个这个亨特·拜登他这个电脑笔记本，他从维修到他一直不去取，到最终他的所有的这些电脑资料上交给 FBI， 而 FBI 又不做出处理，最终把它交到了朱利安尼的手上，由朱利安尼来把它捅出来。这件事情这个脉络，朱利安尼呢，他曾经呢，在他10月16号发过一个视频，通过他自己的 YouTube 上这个视频呢，他已经讲清楚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他是如何拿到这个亨特·拜登的手提电脑的，他获得这个手提电脑硬盘里面的内容以后，然后他怎么去跟《纽约邮报》联系，然后最终怎么样把这个信息报道出来。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清晰透明的。U.S. loses because Joe can't negotiate properly, and the Biden family gets richer and richer and richer. 朱利安尼列出了硬盘中的证据，显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拜登父子利用美国副总统一职，一路从伊朗、乌克兰、俄罗斯到中国的贪腐过程。这些证据包括从未有过房地产经验的拜登弟弟詹姆斯·拜登，在伊朗获得了参与15亿美元的房产合约；拜登儿子亨特从莫斯科市长夫人处收取了350万美元；在乌克兰刚被海军解雇的亨特与商业伙伴阿切尔一同进入天然气公司董事会，年薪200万。在中国，亨特的私人公司与中共管控的能源公司华信以及其董事长叶简明等人交易，3年获益3000万美元。There are 5 more deals with China that are going to come out. We've got them completely entangl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l the photos that are on that hard drive and a lot more. But if you see them, you'll see right away how they compromise the entire family and how they could be used to extort any president. 朱利安尼指出，拜登受制于中共政府，而奥巴马和克林顿等家族同样腐败。I was told by a very reliable Ukrainian, if you open the door on this, there are going to be a lot of Democratic heads that roll in Washington. This corruption was not confined with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the Biden family. There are other families that are equally corrupt. I mean, we know about the Clintons. I can give you 3 or 4 more. 因此，可以这样讲，第一种判断，也就是亨特·拜登送修了这个电脑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里面曾有大量的淫秽图片、淫秽视频和重要的电子邮件，而他本人一直没有去取。最终，这个电脑版因为发现这些邮件有关国家重大机密，他不敢保留，所以他把它上交到 FBI。在上交了 FBI 和联系了国会议员之后，都没有人去理他的情况下，他最终交给了川普总统曾经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然后朱利安尼认为这个料很重要，他就找到了《纽约邮报》，通过《纽约邮报》把它公布于天下。整个这个事实，我觉得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晰的。至于第二种说法，
说是俄川合作，也就是川普跟俄国人合作。俄国人呢，他通过骇客呢，然后侵入了亨特·拜登的电脑，掌握了他这些邮件，掌握了他这些淫秽的图片之后，然后把这些资料骇客完了以后呢，交给了朱利安尼。因为朱利安尼在为这个川普被指控川普弹劾川普的通俄门的时候呢，朱利安尼呢多次去过俄国，所以说朱利安尼去俄国的过程中就认识了俄国的特工，认识了普京所安排的重要的情报人员。这些人希望给朱利安尼提供一个猛料，这个猛料呢放在今年10月份拿出来以后，帮助川普呢去击败拜登，也就是俄川合作嘛。那么俄国的骇客最后通过他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侵入到了亨特·拜登的电脑，从他的电脑上窃取了他所有电脑上的机密，然后交给朱利安尼，然后由朱利安尼选择10月份把他爆料爆出来，对拜登给予致命的打击。这种说法你看上去好像很有逻辑，但是经得起推敲吗？朱利安尼找到《纽约邮报》爆料的这个前提，他得到证据的来源是电脑店的老板给他的啊。那么俄国的这些特工是如何能安排电脑店的老板让他把这个硬盘交给朱利安尼呢？而且如果是他们特意的安排，那么这个电脑店的老板有什么必要事先还要向国会议员汇报，向 FBI 汇报，而且 FBI 向他们汇报一次他们不理的情况下，他本人再次汇报，并且还给那么多议员写信，包括现在这个联邦参议员约翰逊，他现在要求 FBI 在下个礼拜4之前，在22号之前做出6大问题的回答。他都说过，他的这个委员会在今年5月份就接到过这个店老板对他的报案嘛。也就是说，这个店老板他实际上是报案了多人，报案了多个国会议员，报案了 FBI 没办法的情况下，没人管的情况下，才找到了朱利安尼。那么如果是俄川合作，那么俄国人是如何操纵这个老板，让他把这个硬盘交给朱利安尼呢？再说这个老板他得到这个硬盘又是从哪来的呢？那不是亨特·拜登主动去修电脑送到这个店里面吗？所以说这种俄川合作的这种阴谋论完全是不堪一击，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只能讲你没有脑子。那么第3种说法就更离谱了，说是郭文贵爆料，是郭文贵操纵了这个一切，郭文贵掌握了亨特·拜登这个电脑里面的资料，然后他把它泄露给了朱利安尼，通过朱利安尼选择今年10月份选择10月惊奇来爆料，然后帮助川普来击败拜登。事实是这样吗？朱利安尼在听过郭文贵讲这个功劳是他的，是他先爆料这种说法之后，朱利安尼马上就发表了推特，他在推特上说，我不敢相信这是郭文贵说这个话，因为这完全不是事实。也就是朱利安尼一口就否认郭文贵跟这件事没有半毛钱关系。有的人就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过朱利安尼和郭文贵曾经在一起喝过酒，曾经在一起有过合影的照片，就认为他们之间关系很好，朱利安尼来的资料一定是郭文贵输送的。郭文贵从哪得到这种资料？郭文贵能了解到亨特·拜登他邮件里面的资料吗？你真以为郭文贵是什么人啊？郭文贵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特务，是共产党派到美国来打击民主人士的，帮助共产党洗地的，投靠共产党，向共产党献投名状的一个流氓。我就是说，习主席是我见过所有的领导人当中情商最高，我觉得习主席是最高的，而最重要的中国人崇拜的叫信用，习主席是最讲信用的，说话算话，而且他给朋友的承诺、家人的承诺都是发自内心的。他这人最起码说真话，他会兑现，啊，这是他最与众不同的。还有这个人对朋友啊、对家人啊、对这个工作中的同事啊，言必行，行必果，这是完全不一样。虽然我在美国强烈的仗义，说话算话，这个另外一个，他这个人啊，还有个巨大的优点啊，这骨子里边的优点，孝敬啊，对姐妹好，对孝敬。所以说，我愿意听他，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自由啊，这是我的权利啊。目前来讲，郭文贵他离死期不远，可以讲这一次他在网上发起这个全球灭贼，尤其是大规模的派出大量的蚂蚁到人家德州美德兰市，对夫妻丘牧师家包围和骚扰的这件事，已经引起了美国执法部门的高度关注啊。美德兰市的市长不是一次发表重要的讲话，就在上个礼拜，美德兰市的市长就再一次对郭文贵和帮助共产党在美国干脏活的这些共产党的特务爪牙。他明确的在他自己最新的一次市长发言里面明确说到，
郭文贵是执行习近平和中共派出的指示，在美国充当中共的爪牙，然后对美国那些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民主意识、反共意识们进行包围和打击。他的目的就是破坏美国大选，破坏美国民主制度。 The next thing, all of this noise, everything that's happening in front of Pastor Fu's house is directly tied to Xi Jinping in China. Make no mistake about this. All of this makes its way all the way up to the head of China and to the Communist Party. All the noise and all the threats you've seen on YouTube and Twitter from Miles Kwok are all in his service and his commitment to the regime of Xi. I know it's very difficult to see people standing on a street talking about how Pastor Bob Fu i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You think, wait, that doesn't seem right. But don't think so logically. They are out to create a diversion and to attack Pastor Bob Fu, all in the name of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 hate Bob Fu and what he does for liberty. And all of this is in that doing. All this noise about Pastor Fu being a fake pastor, an agent of the Communist China, is all smoke and mirrors, while Kwok and his clan terrorize Bob Fu. They make threats against me. They make threats against this city. They make threats against our law enforcement. All of this is in servic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It's so important what you're doing right now for us to be able to get this message out so people realize and understand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ything other than attacking and terrorizing someone wh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Xi's leadership despise because of what a threat he is to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do. 现在美德兰市的市长要求美国的执法部门对郭文贵和他的同伙给予坚决的打击。这是民主国家，郭文贵一个流窜的逃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被美国征辟拒绝的这么一个逃犯，他居然去威胁美国公民，威胁美国市长，包括他威胁我吴建民嘛。他策动他的那些蚂蚁，他绝大部分的蚂蚁没有丝毫的头脑啊。他最重要的那个女干将塞若刚刚发过一个视频，他在这个视频上质疑说是傅西秋，你救出来的这些人有哪些人不是共产党派出来的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傅西秋牧师救出了大量的中国被迫害的那些人权律师，尤其是那些还身在牢房里面人权律师，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亲人，大量的人都是傅西秋牧师把他从中国接出来的，而被塞若侮辱为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派出来的爪牙。塞若一个农村的村妇，又没文化又没教养，对政治是一窍不通，在那个地方张口就胡说八道。他甚至说陈光诚是中国共产党派到美国来的特务。你怎么可以通过什么手段可以把所谓的那些什么你救了那么多人，那些人是怎么样救出来的呢？那些被救出来的是不是真的就是在中国被受压迫的人呢？比如说陈光诚，是吧？他到底是 CCP 派出来的呢，还是真的就是通过多少的磨难，通过多少的暗线连接把他救出来的？陈光诚到美国来是有大量的历史证件、历史文献所报道、所详细报道的。可以讲，塞若他对微博是一窍不通，所以说塞若他过去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谈话，说是他也不恨共产党，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民主，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反共，他只是跟着郭文贵，郭文贵要他死他就去死。先生说他3年爆料，现在才过去1年多一点。然后我们那么多人海外的民运，以前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根本郭先生爆料之前根本就不知道的，现在要纷纷跳出来，我们中国现在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了？拜托，你们是人家都不知道，你问问去调查一下国内的人，翻墙出来的人，包括像我们华侨，我们知道你们吗？你们在外面混了30几年，我是不知道，反正不知道，你没有撼动，就像曹长青老师说的。谁可以超越郭先生现在撼动我们中国整个体制的那个力量？谁呀？以前有过吗？没有。之后当然希望有，但是还不知道呢，对吧？目前为止，然后你们在那边纷纷指责说什么郭文贵什么指使我们让中共钓鱼我们，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说话能不能凭着良心呢？真的是，还有说什么维稳，这个我还要提一下维稳。你们知道什么叫维稳吗？在那边说郭文贵是国外共产党的维稳，维稳是什么呀？反正在我的心里，维稳是刚才就像路德说的一样真枪实弹的那些什么军队出马的，就是维稳。
所以说呢，虽然还是尊重他们，他们就是为自己，他们恨共产党什么什么，就是受过迫害什么。像我们是根本就不恨共产党，因为我们生活很好，是吧？像我们现在站出来，只不过就是为了我们的祖国能够跟文明，就是跟发达国家齐头并进，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我们自豪啊，对吧？像我们在外面都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因为他不知道好歹，他只知道跟着郭文贵一起作恶。那陈光诚营救到美国，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美国副总统拜登，他们最终迫于国会的压力，然后把陈光诚带到美国来的。这个陈光诚进入美国是国会听证，是史密斯议员和傅牧师在最关键的时候听证，然后在听证议会大厅里面是傅希秋牧师打通了陈光诚的电话，这都有历史照片的。史密斯议员当时亲自跟陈光诚通了电话，陈光诚向史密斯议员表达了他自己真实的意愿，他要到美国来。这是史密斯议员和美国所有的议员给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以后，然后陈光诚才得以中国政府放人。这是中国政府把他派出来当特务的吗？中国政府如果派一个特务，还需要通过美国议会来给中国施加压力把他派出来吗？中国政府想什么办法派不出人来啊？那中国政府派出来的唐娟，他跟谁说的？他不是悄悄把唐娟隐瞒了军人的身份以后，用千真欺诈的方式就混到美国来了吗？陈光诚如果是特务，中共需要让美国总统惊动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给中国施加压力以后，通过外交几次斗争以后，然后最终把陈光诚才送到美国来吗？像陈光诚这么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到达美国，美国 FBI 美国中情局不知道要做多少次背景调查呢？如果他是中共的特务，他经得起背景调查吗？他能够得到美国的确认，能够在美国的最高领导人的安排下进入美国吗？这能是中共的特务吗？那个塞若尼一个农村村妇，你懂什么？你对政治懂什么？凡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来的，只要是有名有姓的、有真实历史事迹的那些知名的民主人物，随便是哪一个，你进入美国 FBI 都要把你查个底朝天。 FBI 绝对不能搞错一个，把一个中国的知名的民主人士弄到美国来，居然这个人是中共的特务。那么中共的特务通过这种方式，以民主人士的方式进入美国以后，那要对美国的民主破坏多大？对推动中国未来的民主发展要破坏多大？你以为 FBI 都是吃干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是吃干饭的？他们这些中央情报局掌握的情报是这个世界上最秘密、水平最高的谍报机构。你塞若一个农村妇女，你懂什么？所以说呢，这就是郭文贵和他的那帮蚂蚁对人家陈光诚先生的污蔑。在今天这个情况下，他们可以把美国任何一个正直的反共人士随便就污蔑成共产党派出来的特务。你没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讲，美国今天正在排干沼泽。川普总统在大选中一旦获得连任以后，就会捣毁中国共产党，就会彻底的撕烂共产党的所有谍报网。到了那一天，共产党所有的档案，他们派到海外的特务和他们自己的一些联络机构，包括像郭文贵这一类帮助共产党表忠心，在共产党面前一直起脸摇尾的向共产党献投名状，热爱着他的千年明君的，为共产党为习近平在海外实现他的所谓中国梦的这些走狗们，都会上审判台。郭文贵他是跑不掉的。我现在给大家明确的回复：郭文贵绝不反袭，不反袭，不反袭。如果你们认为我要不反袭，你们不跟郭文贵去追求喜马拉雅，一路走好，一路走好。郭文贵，你还是回家卖金子吧。按照你自己的视频讲，一颗金子能卖5万美金，我真把大牙笑掉。我还从来没听说金子是论颗卖的。就你这个智商，别你卖5万美元，你贴5万美元，人家要不要？很多人要求，他们愿意向我呢收购我的这个文贵的精子。当时我晕了，我以为这盗国贼呀，打我主意了，要搞我 DNA 啊。这个要求呢，每1年采取5次，采取成功的这个精子呢，按价格支付5万美元，5万美元一个。任何一个客户从我这块买，从他的库里选择文贵的被他们看好的成熟的精子5万美元。欧美国家捐献精子是有严格规定的，要39岁以下，要大学文化以上，要1.75米以上，要3代之内没有传染病、艾滋病。郭文贵，你对照这标准，你哪一条符合？你讲这些话，你只能骗那些无脑儿。就你这种智商，你这种精子，只能跟习仲勋比一比，
跟习仲勋他那个精子产下的千年明君，你日夜崇拜、顶礼膜拜的，希望把你的海外的力量能归顺习主席的，是你的那个千年明君，你的精子质量可能只能跟习仲勋比比，你就别忽悠老百姓了。我在几年前做的视频里面就对他郭文贵有过盖棺论定，今天我只是在他的棺材板子上给他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在美国大选结束后，最多是在今年新的当选的总统在他自己下一个任期开始之前，郭文贵肯定是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我们到时候看结果。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